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带大家看深圳的一个城中村，叫湾下村。湾下村在深圳湾口岸的边上，是深圳比较小的一个城中村，基本上被城市包围了。这个名字也很好的解释了什么叫城中村，城市中间的村子。这个村子是附近比较小的一个，这边上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，这个非常大啊。下面呢是南山村，中间呢是南岩村，一直到上面的南头古城，非常大的一片。相比起来，下湾村非常小。我放大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南山村这一片，你看这些都是密密麻麻的房子，这些房子都是村民自己建的。城中村就是村民自己建的房子。这些房子以前大多是田地，他们把自己的田地盖成了房子，主要呢是租给外来的务工人员。他们自己盖的房子，因为是田地盖的嘛，这些田地本来是让他们种那个粮食的，他们把自己把田地盖成了房子，这样就省去了很大一笔土地的钱。还有他的房子盖得比较密，所以呢成本会低很多，这样呢出租价格就会便宜很多。那些外来的打工的人呢，就很多人就选择这种房子。好，我们已经进到村子里了。现在住在这个村子里的，大多是全国各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。原来的房主，也就是房东，这个村子里的原住民，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小。像这样的城中村，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，像广州、中山、三亚、贵州这些城市都能看到城中村。有没有城中村，最主要是有没有外来务工人员。有务工人员，然后有些城里的村民就会把自己的田地盖成房子出租。这在中国政策上是不允许的，因为田地是分给农民种地的。但是呢，好多地方的当地政府在早期管得没那么严，村民就私自把田地盖成房子，出租给那些外来务工人员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房子盖得非常的密。为什么？因为村民想要最大化的利用这些土地，把它盖成更多的房子，这样呢租金就会最大化。居住的呢大多数又是外来人员，所以当地的村民一般不会考虑居住的舒适性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巷子非常窄，只能走进这些很小的2轮电动车，那些汽车是没办法在这巷子里进来的。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市场，刚才挂在房子里面的应该是面粉。这些是新鲜的牛肉，广东潮州那边的人非常喜欢吃这些新鲜的牛肉。鸡肉、湛江的脆皮烧鸭、脆皮烧鸭，这是在深圳
最流行的肉，烧鸡饭、烧鸭饭在深圳是非常流行的。肉是，这是卤肉。这个海鲜看着可以，这个虾看着个头不小。又是脆皮烧鸭。这是猪脚，猪脚饭在深圳是非常非常流行的。这些猪脚配上一点青菜，配上一些米饭，是深圳打工的人最经常吃的食物。一顿大概10几块人民币。生蚝、螃蟹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这里很多老板应该是潮汕人，我刚才听到他们说的好像是潮汕话。卖菜的很多都是广东潮汕的，还有卖鱼的，好多也是广东潮汕的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么窄的这条巷子里做生意。其实这个村子外面有比较宽大的马路。巷子好像越来越窄了。很窄的楼梯。这地面有点湿，这2天好像有点下雨。然后这个市场本来也会有点湿，因为好多卖海鲜的。这是一个送外卖的。在这个村子里也住了很多这样送外卖的年轻人。本来我还觉得市场那边的巷子窄，进到这中间来，这些巷子更窄。前一段时间我去了广州的一个城中村，我感觉那边的巷子特别挤，我还拍了个视频，那个视频叫窄巷子。但是我今天看
深圳这边的城中村，其实有的城中村也是非常挤的，你看跟广州那边的差不多。这些衣服只能晒在这巷道里面，但这下面根本就没有阳光。你看这个房子跟房子之间基本上都贴在一起了，这些走道根本没有阳光。这个房子没有盖，有些房主很早的时候就去国外了，或者去香港了，他们没有管自己的老房子，就没有盖，没有出租。这样一年他少收入很多钱，不过人家可能也就很早就已经有钱了。这个楼道非常窄，胖一点的人我估计都挤不进去。用的是这种铁门，我非常不喜欢这种铁门，房子又小，要用一个大铁门，关上铁门感觉自己像住在监狱里一样，心里非常不舒服。我刚才差点摔了一跤。这些房子好多是5、6层，但有的更高，我不知道这个房子是多少层，高的是9层。在中国9层以下的房子不用搞电梯，所以很多城中村的房子高的是盖到9层，但是后面好多城中村的房子也盖到了20楼左右，因为这样就能出租更多的钱。你看房子里面能看到一张床，这些城中村里看进去看到最多的就是床，他们一个房子可能放好多床，因为可能住很多人。你看这房子之间的距离可能就10厘米、20厘米，有些这样的房子上面有窗户，但是这些在房子跟房子中间的窗户基本没什么用，这些窗户也进不了多少风，也通不了多少光线。这些房子有的是村民自己盖的，有一些是村民把田地转让给外来人盖的，有些房子是外来人和当地的村民一起盖的，就是一个人出地，一个人出钱。在早期的时候，这些房子很便宜，我记得早年间这些房子只要几万块人民币。那时候我父亲还让我买一个，说一个大概7万人民币，也就是相当于1万美元，让我买一个这个城中村的房子。但是呢，我当时不在深圳，我觉得买了也没什么用，当时就没买。后来这些房子升值不少，现在卖可能一个要几十万人民币，甚至100万人民币，一套这样的房子，大概是60平米左右，60平米的房子100万，大概是100万。我有朋友就买了这些城中村的房子，他们是再后来一点10几万人民币的时候买的。
不过他买的时候风险挺大的，因为当时深圳市政府说要把他买的房子拆掉，说他们这些房子是违法的。他买后不久就在电视上说要拆掉这些房子，后来好像当时真的是派人去拆了，但是买了这些房子的人就拿着各种工具出来抵抗了，就是不让他们拆。因为当时被政府拆掉的话好像是没有补偿的，或者是补偿很少。由于他们那些人的反抗，后来政府就没拆成。你看这些房子里面都挤满了东西。我还有一个朋友，当时他是比较早买的，花了几万块钱买的。后来呢，他买的房子被开发商给征用了，开发商要买这些房子，然后把它全部拆掉，在拆掉的地皮上重新开发成商品房。因为现在深圳的商品房非常贵，他们给那些原来的业主赔偿房子，1平米的房子好像之前是赔1平米的商品房，商品房1平米就好几万人民币，在深圳可能高到10万人民币。结果他那套几万人民币的房子就变成几百万人民币了，一下子就发财了。你要知道，深圳很多工人、很多普通的居民收入1个月也就差不多1万人民币，有的都1万人民币不到，几千人民币，一下子从7万人民币赚到上百万人民币。如果要靠工作收入的话，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个钱。早期是没怎么管，让村民盖起了很多房子。后来城市开发的时候，感觉这些房子成了障碍，因为你要拆，他们就反抗。后来房子就越来越难拆了，像这样的房子就留了下来。这中间有个大广场，后面呢就让开发商出手，让他们收购了拆。早期前几年房地产很好的时候，很多开发商收了这些城中村的房子拆掉了。哇，这里有个好大的狗，这个好像是这个派出所养的，或者是保安养的，好大的一只狗。那些最新硬的业主就是被拆迁的，所以很多业主都很希望自己的城中村的房子能够被开发商征收，这样呢就能获得一笔很大的赔偿，一下子就爆发了。深圳好多城中村的房子被开发商给收购拆了，所以深圳的城中村的房子是越来越少了。刚才一开头看的那些大新村那边的房子好多已经被收了，已经开始拆了。罗湖那边基本上快被拆完了，因为这些城中村的房子政府很想被处理掉，觉得它破烂，还有不安全。你看这个消防之类的，消防车都不好进到中间，还有房子太挤了，住的人太多了，太密了。但是就有个矛盾，就是外来的务工人员他想要这种便宜的房子，然后那些商品房又比较贵，商品房出租的价格可能是这个城中村的好几倍。中国人非常能吃苦，他们想省下这些钱，或者是如果是租商品房的话，根本就是生存不了，价格太高了，他们的工资收入太低，这就产生一个矛盾。所以我感觉深圳
市政府应该也在考虑保留一部分这样的城中村的房子，提供给这些外来打工的一个比较便宜的选择。现在你看，好多都在帮城中村的进行改造，比如说装燃气管道啊，增加消防的东西啊。这些力值这么高，在这么窄的巷子里能够生存吗？大家看到的画面可能比较亮，但是这是因为我没有调那个曝光补偿的原因。实际上我看到的画面是比这里黑的。这个房子其实我可想拍，因为它里面很大，我估计这个是原来的房东在住，也就是原来的村民在住的。交易这些房子好像是没有什么正规的政府手续的，就是没有政府的房产证明，可能就是你跟上一个业主之间有一个合同，说这个房子卖给你了，所以出现纠纷就比较麻烦。哇，这个人家很喜欢植物啊，不过他这个地方也非常好，好像能有光线，这个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了。大家看这片的房子，刚才这整片比那个刚才巷子里窄的多好一点。这些城中村虽然看着很挤，环境比较差，比较乱，但是在中国安全性还是蛮高的，特别是最近10-20年，在这里基本上不用担心安全问题。我看评论，有的国外的人说，欧美那边他们那边那个平民住的地方非常不安全，但是在中国基本上不用有这种担忧，就是人现在还是挺好的，不会偷东西，也不会抢，基本上可能也归功于这么多摄像头，然后经济环境也还可以，大家都在努力工作，自己赚钱，不会去偷东西抢东西，也很少闲的人打杂之类的。这是给电动车充电的，因为电动自行车经常会有电池着火，所以现在不让人在家里充电，都让人到外面充电。到外面充电是扫码收费的。这个村子边上是一个小公园，其实就是原来他们村子中间的一个山。在深圳这样的山上一般种的是荔枝。好，村子基本上逛完了。我现在跟大家聊一下我的账号情况。我的账号是刚做不久的，现在在慢慢学习，一边学习一边做。目前呢，就是没有多少流量，可能之前做的视频也比较一般。之前我是没有旁白的，就是拿着相机拍场景，那样可能会比较单调。然后好多用户评论说有些地方看不懂，因为没有说明，所以我就在这期视频里试着加一些旁白，看看让视频大家容易更看懂一点，然后我也可以
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下天，告诉大家我知道的东西，分享一下我认识的中国。我现在发现要在 YouTube 上赚钱其实还是蛮难的，因为它其中的一个条件是需要1000个订阅者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我现在有的订阅者才是20多个。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帮我早日达到这个目标，实现1000个订阅者。如果呢，大家喜欢我这样一边旁白解释的视频，请多多点赞，我以后会继续做这样的视频，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中国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大家可以留言。好了，茫茫人海，期待我们还能相遇。拜拜。